大家好，我是顾帆，咱们智慧康航频道的老朋友。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东西，菜市场里堆成山，2-3块钱就能拎回家一大个，金灿灿、圆滚滚的，很多老伙计把它当宝贝，天天端上桌，说是能降血糖、能防癌，还能养前列腺。没错，就是南瓜。但我今天得给大家泼盆冷水，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您要是还信南瓜能治糖尿病，还把它跟某些东西一块吃，那可能不是在养生，简直是在服毒。这话一点也不夸张。我亲眼见过太多惨痛教训。有位老糖友听说南瓜降糖，就把药停了，一日三餐拿南瓜当饭吃，结果怎么样？3个月不到，血糖飙得吓人，并发症都出来了，眼睛看东西一片模糊，肾脏也出了大问题，躺进了医院。这不是故事，这是血淋淋的现实。所以今天这期内容您一定得看完，这关乎您和家人的健康，甚至性命。在开始之前，如果您也希望自己血糖稳稳当当，肾脏健健康康，远离这些因为吃错而带来的无妄之灾，请在评论区打上健康2个字。这不仅是给我一个支持，更是您对自己身体的一份郑重承诺。您的这个小小举动会让平台把这条救命视频推给更多需要的人。好了，咱们言归正传。首先我得给南瓜正个名，它绝不是洪水猛兽，只要吃对了，它确实是老天爷赏的好东西。在中医看来，南瓜性质温和，味道甘甜，专门走我们的脾胃这2条经络。它可不光是菜，还是一味药食同源的上好食材。这第一大好处，南瓜是咱们肠道的超级保洁员，胃黏膜的修复大师。上了年纪最头疼的不就是肠胃那点事吗？不是便秘蹲到腿麻，就是吃点不对付就胃胀反酸。南瓜里头有2样法宝，一个叫果胶，一个叫膳食纤维。这果胶啊，像一块特别软乎还有粘性的海绵，进了肠道，它能一把抱住那些细菌、毒素，甚至不小心吃进去的重金属，裹着它们一起排出体外，这叫给身体从里头做大扫除。更神的是，如果您胃不好，有胃炎甚至溃疡，这果胶能在胃壁上形成一层保护膜，像给受伤的地方贴上了创可贴，挡住胃酸的刺激，让伤口好好长上。所以我才总推荐胃不好的朋友喝点南瓜小米粥，一定要熬到南瓜化了，粥汤稠乎乎的，喝下去胃里暖洋洋的，特别舒服。再说膳食纤维，这就是肠道的发动机，它吸了水会膨胀，能把干巴巴的粪便变得松软，还能使劲而刺激肠道蠕动，让您顺顺当当的排便。而且南瓜性子温，不像一些寒凉的水果，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常见的虚寒性便秘。这第2大好处，南瓜是免疫力的金牌辅助。现在大家都怕生病，尤其是换季的时候，南瓜里含有的南瓜多糖，那可是个好东西。它能给咱们身体里的免疫细胞，比如巨噬细胞加油打气，让这些卫士更活跃，战斗力更强。再加上南瓜里本身的维生素 C 和锌元素，一个抗感冒，一个管免疫系统正常运转，3者强强联合，就像给身体修了一道坚固的城墙，感觉有点着凉。乏力的时候，炖碗南瓜牛肉汤，牛肉补气，南瓜扶正，热热的喝下去，发汗，可能就把小病苗头压下去了。第3大好处，南瓜是眼睛和皮肤的天然营养师。很多女性朋友愁皮肤黄、长斑、眼睛看东西模糊，这都得找南瓜里的贝塔胡萝卜素。它进到身体里是个双面手，一方面它自己是抗氧化剂，能清除让咱们变老、长斑的自由基；另一方面，它能根据身体需要转化成维生素 A。这维生素 A 又叫视黄醇，是眼睛感光物质的原料，缺了它，晚上就看不清，眼睛还干涩，天天看手机耗眼睛。吃南瓜就是在给眼睛补充油料，所以说一碗南瓜汤比抹一堆护肤品、滴眼药水都来得实在、安全。第4，想不到吧？南瓜还是情绪的稳定器，睡眠的助推器。这要归功于一种叫色氨酸的氨基酸。色氨酸是制造血清素的原料，血清素让人心情平和愉悦，到了晚上，它又变成掌管睡眠的褪黑素。如果您最近心烦意乱，躺床上胡思乱想睡不着，晚餐不妨蒸点南瓜当主食，或者喝碗南瓜百合汤，百合清新，南瓜提供原料，让您自然而然产生困意，这比吃安眠药安全多了。第5，南瓜还是咱们肝肾的贴心帮手。刚才说了，果胶在肠道里就把毒素吸附带走了，那进入血液需要肝脏解毒，肾脏过滤的毒素自然就少了，这就相当于给肝肾这2个最重要的解毒器官减负了。特别是长期吃药或者有脂肪肝倾向的朋友，适量吃南瓜对肝细胞是有保护作用的。讲完了南瓜肉，咱们得说说最容易被扔掉的2样宝贝，南瓜籽和南瓜藤。很多人真是捧着金饭碗要饭，把最值钱的部分当垃圾扔了。先说南瓜籽，这可是男人的守护神，女人的美容籽。南瓜籽在中医里能入药，它最突出的就是富含锌元素。男性的前列腺液里锌含量很高，很多前列腺问题跟缺锌有关。每天抓一小把原味的自己炒出的南瓜籽当零食，坚持下去，对改善尿频、尿急、排尿不畅有很好的帮助。它含有的植物甾醇和不饱和脂肪酸，
还能帮忙清理血管里的坏胆固醇，对心血管也好。另外啊，老辈人都知道南瓜籽还能打蛔虫，虽然现在用的少了，但这说明它确实有本事。再说南瓜藤，就是南瓜秧最嫩的尖，在乡下是道好菜。它性微寒，能清热解毒，是夏天的天然凉茶。如果您小便黄、热痛，或者有细小的肾结石、尿道感染，用南瓜藤煮水喝，或者清炒着吃，能利尿通淋。它的纤维比南瓜肉还粗，刮油清肠的效果一流。觉得自己油腻了，血脂高了，吃它正合适。连南瓜花也是好东西，外敷内服，能帮助消肿。您看，一株南瓜，全身是宝。但听到这，您可千万别急着冲去市场买南瓜，关键的部分来了。俗话说，甲之蜜糖，乙之砒霜。南瓜吃不对，搭配错了，或者不该吃的人吃了，养生瓜立刻变成伤身瓜，甚至像标题说的，变成服毒，让血糖飙升，肾脏受伤。我接诊过一位患者，李阿姨，有老胃病，听说南瓜养胃，就天天南瓜红枣粥，觉得又滋补又暖胃，结果连吃一周，胃胀得像扣了个锅，不停地反酸烧心，晚上根本没法睡。她来找我，特别委屈，说顾凡老师，这养生瓜怎么把我养坏了？原因就在于她踩中了南瓜的一个死亡搭配。下面我要说的这6大禁忌搭配，您务必记牢，最好告诉家里人。第一，南瓜配羊肉，等于火上浇油。冬天很多人都爱这么炖，觉得暖和，但羊肉是大热大补的，南瓜性温，两样热性的东西一起吃，特别容易助长身体里的火气。如果您本来就有上火、口臭、便秘，或者正感冒发烧，这么一吃，立刻口干舌燥，腹胀便秘加重，全身都不舒服，这叫热上加热，气机堵滞。第二，南瓜里放醋，等于自毁长城。很多人炒菜爱放醋提味，但炒南瓜千万别放，南瓜里珍贵的贝塔胡萝卜素最怕酸性环境，醋里的醋酸会直接破坏它，让护眼护肤的营养价值大打折扣。这就好比你买了瓶高级精华，却往里掺了水，效果全没了。第三，南瓜和菠菜一起吃，等于内部火并。菠菜维生素 C 含量高，但南瓜含有一种维生素 C 分解酶，它们俩一起下锅或在胃里相遇，南瓜的酶就会把菠菜的维 C 给破坏掉，结果两样好菜营养互相抵消，白吃了。不只是菠菜，像辣椒、西红柿这些维 C 高的菜，最好都和南瓜分开吃。第四，南瓜和红薯同吃，等于给肠胃埋炸弹。这两样都是高淀粉、高糖分的实力派，在胃里强强联合，肠胃根本忙不过来消化，大量的淀粉、糖分堆积发酵，产生无数气体，您的肚子就会胀成皮球，嗳气、反酸、烧心全来了。对于肠胃弱的中老年，这搭配就是灾难。第五，南瓜配带鱼，可能招来过敏风险，带鱼是发物，高蛋白。中医老话讲，南瓜和鱼同时容易发疮，现在看可能是两者成分结合，产生了容易致敏的物质。虽然不是人人都会过敏，但如果您本身是过敏体质，或者正起湿疹、荨麻疹，这个搭配一定要避开，别拿身体冒险。第六，南瓜加红枣变成消化不良套餐，这就是李阿姨犯的错。红枣皮硬难消化，南瓜性温容易滞气，两样一起大量吃，对于脾胃功能下降的中老年人，就是给消化系统添堵不胃胀才怪。好了，禁忌讲完，咱们必须狠狠戳破那个流传最广、害人最深的谣言，南瓜能降血糖，能治糖尿病。我在这里用最肯定的语气告诉大家，这是错的，大错特错。这个说法的源头是实验室里用高纯度南瓜多糖提取物给小白鼠注射，发现鼠的血糖降了。但请注意，是提取物注射小白鼠，这和我们普通人用嘴吃煮熟的南瓜差了10万8千里。首先，南瓜里那点可怜的多糖含量，想靠吃达到实验效果，您一天得吃上百斤南瓜，可能吗？其次，也是最要命的，南瓜，尤其是老南瓜，吃起来又面又甜，那是因为它富含淀粉和糖，它的升糖指数高达75，比很多水果都高，属于不折不扣的高升糖食物。所有正规的医学研究都证实，糖尿病人吃完南瓜，血糖会快速上升，而不是下降。那些听信谣言，用南瓜代替药物，或者把南瓜当菜配着米饭吃的糖友，最终结果就是血糖失控，引发视网膜病变、肾病等严重并发症，毁掉健康。这个代价太沉重了。那么，糖尿病人是不是一口南瓜都不能碰了呢？也不是。顾帆教您一个科学的吃法，叫等量替换法。南瓜可以吃，但必须把它算作主食，而不是蔬菜。比如您一顿吃1碗米饭，如果今天想吃200克南瓜，大概1拳大小，那您这碗米饭就得减掉半碗，或者只吃小半碗。因为从热量和碳水化合物角度看，200克南瓜差不多等于半碗米饭。这样做是用营养更丰富、纤维更多、饱腹感更强的南瓜，替换掉一部分精米白面，对控制总热量有好处。但切记，绝不能米饭照吃，再加一盘炒南瓜，那是雪上加霜。还有一个窍门，选嫩不选老。
糖友更适合吃那种青皮的、脆口的嫩南瓜，它的含糖量和碳水比金黄粉糯的老南瓜低，更接近蔬菜的属性。最后，我必须要点名3类人，如果您属于其中一类，再馋也得管住嘴，一口都别碰，否则真可能伤身。第一类是体内火大湿重的人，如果您经常口臭、牙龈肿痛、大便干结像羊粪蛋、小便黄赤、脸上油腻长痘，这说明您胃热盛、湿热重。南瓜性温，吃进去如同火上浇油，会让您的火气和湿气更重，所有症状加重。这类朋友该吃的是苦瓜、冬瓜、绿豆这些清热祛湿的。第二类是患有黄疸或皮肤莫名发黄的人，南瓜吃多了，胡萝卜素代谢不掉，皮肤会暂时性发黄，尤其手心脚心。如果您本身就有肝胆疾病导致的黄疸，或者皮肤发黄原因不明，再吃南瓜会干扰医生判断，加重肝脏代谢负担。先把南瓜、胡萝卜这类食物停一停。第3类是正处于过敏发作期的人，如果您湿疹、荨麻疹症厉害，或者哮喘发作，身体免疫系统正处于高度敏感的战斗状态，南瓜虽然不是典型发物，但其中的某些蛋白质成分此时可能会成为额外的刺激，导致过敏迁延不愈。稳妥起见，发作期先别吃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关于南瓜的这堂深度健康课到这里就差不多了。能坚持听到现在的，都是真正对自己和家人健康负责的智者。我通过智慧康行这个频道，就是想把这些复杂的健康知识掰开揉碎，变成大家听得懂、用得上的家常话。咱们今天聊南瓜，其实是在讲一个最朴素的养生道理：过犹不及，辩证施食。南瓜是好东西，吃对了，它是修复肠胃、安神助眠、保护眼睛的黄金瓜；但吃错了，它就是升高血糖、损伤肾脏、引发不适的隐患。希望大家以后在吃南瓜时，能想起今天这些话，珍惜南瓜籽，善用南瓜藤，牢记那6组死亡搭配。特别是糖友朋友们，彻底抛弃南瓜降糖的幻想，学会等量替换的聪明吃法，也对照一下自己是否属于那3类需要远离南瓜的人群。养生没有神药，健康在于每一天正确的饮食选择。您的一个小小改变，就能避开一个大大的健康坑。最后，顾帆恳请您帮个忙，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真的有用，能救命，请一定给我点个赞，让平台知道这是条有价值的好视频。更重要的，动动手指，把这条视频转发出去，转发到您的家庭群，转发给身边那位天天吃南瓜降糖的老友，转发给所有您关心的人。您这随手一转，可能就阻止了一场因无知而导致的健康悲剧。这是在积德，是在送福。我是顾帆，智慧康行频道里一个真心盼着您健康的老朋友。大家还有什么困惑，欢迎留言。咱们下期再见，祝大家吃得明白，活得健康，福寿双全。